You are Indian? I'm not. You're from India? I'm Canadian. Your parents are from India. Your grandma is from India. So is that a crime? It's a crime when there's so many Indians taking over Canada. Venez, on peut discuter en français si vous voulez. Je suis Canadien. I'm Canadian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今天咱们来聊聊战斗民族俄罗斯。最近搞了个大新闻啊，说是要从这个印度那儿进口100万劳动力。我的天哪，100万啊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你想想，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啊，这一下子全搬到俄罗斯去。这消息一出啊，这个网上直接就炸了锅。有人说这个俄罗斯这是想通啦，要搞活经济。有人说这是引狼入室啊，以后俄罗斯啊要变味儿。还有人开玩笑的说啊，以后这个伏特加是不是得兑点咖喱喝了？这事儿靠谱吗？这俄罗斯为啥突然要找这么多印度外援？这100万印度人要是真去了啊，能把地广人稀的俄罗斯给改造了吗？今天啊，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这个事儿。这事儿的起因啊，是俄罗斯一个叫乌拉尔工程会的头头叫别谢金。这哥们儿啊，对着媒体啊就开始嚎了：“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啊！我们俄罗斯啊现在太缺人了，工厂里的机器都闲着，工地啊没人搬砖，再这么下去啊，我们的经济要垮了呀，非得衰退不可啊！”他估摸着啊，到2030年，俄罗斯啊起码得从国外找几百万劳动力过来，这其中啊，这个印度就要占大头，得有100万。主要去干啥呢？去干那些咱们听着就觉得硬核的活儿，那什么炼钢啦、挖矿啦、造机器啦。为啥偏偏相中了印度人呢？这位别谢金会长他也给了解释，总结起来啊就3点：第一啊，便宜啊，这性价比高啊，咱买东西都是讲究个性价比啊，那国家招人也是一样的呀。这个印度劳工跟全世界一比啊，这价格呀，它确实是有优势呀。活儿好，要价还不高，这俄罗斯能不心动吗？那还有第二，能干呀。不是说这个请过来就只能是扫大街啊，人家印度劳工里头啊，有的是技术大牛，能干得了炼钢这种技术活。正好这个俄罗斯啊，现在技术工人也缺，这不就对上眼了吗？还有这个第三啊，有经验，不怕闹事儿。这俄罗斯啊，以前也招过不少的外国工人，什么中亚的、东欧的呀，人家已经摸清门道了，有一整套法律和规矩管着呢。所以啊，来再多的印度人啊，社会上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话说的啊，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可是没过2天啊，这个俄罗斯的劳动部就是管这个事儿的正经官方部门啊，立马就跳出来辟谣了，瞎说谣言，根本就没那回事儿。这劳动部说，我们2025年是有一个计划要招这个外国劳工，但总共的名额也就23.7万，分到这个印度头上的撑死了也就7万多人，离那100万啊差着10万8千里呢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一边是这个行业大佬是哭着喊着说啊，没人要完蛋了，那一边是官方板着脸说名额有限，别瞎想。这俩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呢？要我说啊，这事儿啊，咱不能只看表面，这官方否认啊，那可能是为了稳定民心啊。毕竟一下子说要来100万外国人，很多老百姓心里面可能也接受不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俄罗斯缺人啊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，就连他们的外长拉夫罗夫啊都亲口承认了。就算去年莫斯科发生了那么惨的音乐厅恐袭，我们加强了对移民的管理，但请外援这个基本国策啊，绝对是不会变的。为啥呢？因为我们俄罗斯人啊实在是太少了，不找人来，吃亏的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啊，这事儿的关键就来了啊！不管现在这个官方嘴上怎么说，这个俄罗斯对劳动力那个渴那是相当的强烈啊。今天说是7万，明天就可能是17万了，那后天啊，没准真奔着100万去了。那么咱们今天啊，真正要深挖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啊，这个100万的印度劳工的计划在未来几年真的成了现实，会对这个俄罗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这俄罗斯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英国、下一个法国，出现那种什么反客为主的情况呢？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啊，咱们得先站在这个俄罗斯的角度，替他们来想想，他们为啥非得走这一步？但凡这个家里面有余粮啊，谁愿意老是请外人来家里吃饭呢？说白了就是3个字啊，没办法。你一听啊，这俄罗斯1.47亿人，这也不少啊，比咱们好多省的人都多呀。
但是啊，你别忘了，他们家那地盘有多大？1700多万平方公里啊，世界第一啊！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啊，这就好比啊，你买了个篮球场那么大的房子啊，结果呢，家里面就住了2、3口人，哎，你想从这个卧室走到厕所都得开个电瓶车，这家里啊不就显得空空荡荡吗？这1.47亿人啊，撒在那么大个地盘上，那个密度啊，简直就像是往这个大海里撒盐一样，根本就看不见人影啊！而且更关键的是啊，这个1.47亿人里头，血统纯正的俄罗斯族啊，它也就占70%多，剩下的是谁？是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，什么车臣人、鞑靼人、雅库特人，哎，多得跟牛毛一样，跟个民族万花筒似的。这内部本身啊就够复杂的，人呢都有一种天性，叫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哎，你说你是愿意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戈壁滩呢，还是愿意待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？那肯定是选后者呀。俄罗斯人也一样啊，他们国家80%的人口啊，都挤在西边的欧洲部分，就是那个乌拉尔山以西的那一片儿。像这个莫斯科、圣彼得堡这几个大城市，人山人海啊，但是啊，他们家真正的好东西啊，哎，那些能换钱的宝贝，比如这个什么石油啦，天然气啦、钻石啦、金矿啦，埋在哪儿呢？全埋在东边的西伯利亚和北极圈里。那地方是什么环境呢？我给您形容一下啊，就是这种冬天啊，零下40-50度啊，你出门不穿的像个熊啊，你就真变成冰棍了。这风刮的跟刀子似的呀，一出门啊，这个眉毛胡子上全挂上霜。这俄罗斯本国的年轻人，谁愿意去那儿受那个罪啊？在莫斯科当个白领，喝着咖啡，刷刷手机，它不香吗？去西伯利亚的矿上，可能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几个陌生姑娘，所以啊，这就尴尬了。那宝山啊就在那儿，但是就没有渔工呢去移山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请外来的渔工了。所以这个俄罗斯心里啊，他也矛盾啊，一方面有点排外，觉得非我族类啊，其心必异。但另一方面呢，他为了发展呀，为了吃饭啊，又必须得把这个门打开，把这个人啊给请进来，那不然那些矿产就只能永远在地下睡大觉了。这不跟这个乌克兰这场冲突啊，打到现在还没看到头呢。这几十万甚至更多的俄罗斯青壮年小伙子啊，都是穿上军装被送到了前线，保家卫国啊是爷们儿该干的事儿，这没得说呀。可是问题是啊，这个后方空了呀，这前线是需要士兵，那后方的什么工厂啦、农田啦、矿山啦，也得有人干活啊，不然前线的枪炮子弹从哪儿来呢？这面包牛奶从哪儿来呢？这劳动力的大窟窿靠谁来补呢？只能靠国际劳工了，这也是这个俄罗斯啊最迫不得已的地方，是战争直接催生出来的巨大需求。所以你看啊，从这个人口结构到这个经济布局啊，再到这个眼前的战争，这3座大山压在这个俄罗斯身上，让他们除了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外国劳工之外，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啊。那这个口子只会越开越大。好，那我说完了俄罗斯的不得已啊，咱们再来聊聊另一位主角印度。为什么这个100万的大单啊，最有可能会落在这个印度头上？如果他们真的去了，又会怎么样呢？这就要说到印度劳工自带的几个特点了啊，或者说他们的3大法宝。第一个法宝，心很大呀，四海为家呀。那咱们中国人讲究的什么落叶归根，就是不管外面你混得有多好，心里面总是惦记着老家的那1亩3分地。那挣了钱啊，就想回到老家盖个大房子，光宗耀祖啊。但是印度人的想法啊，可能跟咱们不太一样。这个印度本身啊，就是个超级大拼盘，这民族啊是多的数不清啊。那个宗教矛盾啊，天天跟这个连续剧似的上演，再加上那个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啊，把这个人啊又分成3、6、9等。所以啊，很多这个有本事、有技术的印度人啊，但凡有机会能到国外谋生，那基本上就不太想回去了呀。那对他们来说啊，与其在印度那个卷的不行的环境里挣扎，那不如在这个国外找个地方扎下根儿来。他们是真正的此心安处便是吾乡，哪儿能让我过上好日子啊，哪儿就是我的新家。所以啊，他们是去了俄罗斯以后啊，很可能不是这种干了几年就走的候鸟，而是想办法留下来结婚生子、落地生根的留鸟。这么一来啊，几十年后，这个俄罗斯的印度族会不会发展壮大起来呢？这还真不好说。这第二个法宝啊，能屈能伸啊，先融入再变身。我得说啊，这个印度人的适应能力啊，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。刚到一个新地方，他们特别能装孙子，也就是说啊，
特别能入乡随俗，遵守当地的一切规矩，让你觉得啊，哎呦喂，这个印度人不错呀，听话，好管理，不惹事。但是哦，请注意这个但是哦，一旦他们站稳了脚跟，比如说啊，拿到了什么长期拘留，甚至入了籍，把这个老婆孩子都接过来了，那情况可能就要起变化了。他们骨子里那种顽固性啊，或者是文化认同感就开始显现出来了。他会开始过分强调自己的身份，比如啊，我是印度教徒，我得有地方拜我的神。那我是穆斯林，我们这个社区啊得建个清真寺。他们会抱团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圈子，然后呢，这个圈子就像这个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呀。他们会要求在公共假日里加上自己的宗教节日，会在这个学校里要求提供符合他们习惯的这个饮食。那这种事啊，在这个法国了，在这个英国，在加拿大，在美国啊，我们已经看的太多了。法国的黑白颠倒，英国出了个印度裔的首相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啊被戏称为旁遮普省。这都是这个印度移民强大影响力的体现啊！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啊，一点一点的改变着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态。还有这个第三个法宝，背后有高人。这个印度啊，在下一盘大棋。这最后一点呢，就有点这个阴谋论的味道了。但是你仔细想想，还真有那么点道理。你想啊，这个印度人现在有多少人？14亿啊！而且这个年轻人啊超级多，有4亿多的青壮年劳动力。那这么多人啊，要是都憋在这个印度国内啊，这个就业压力可能就把这个天给顶破了，迟早得引爆社会矛盾。那这个印度政府怎么办呢？与其啊让这些人在这个国内内卷，不如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把他们送到国外去，这叫劳工输出。这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！这一来呢，这些劳工在这个国外挣的是美元啊，是卢布，那是外汇啊，那寄回印度能给国家赚钱；二来呢，这也是在扩张印度的全球影响力啊。你想想，这几百万、上千万的印度人啊，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啊，撒到这个世界各地。他们不是去打仗啊，不是去搞侵略，而是通过最和平的方式工作、生活、生孩子，在当地国扎下根来，产生影响力啊。等他们在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领域都有了自己的人，那这个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啊，不就水涨船高了吗？这可比造几艘航母、买几架飞机啊，管用的多了。这叫用人口优势实现和平渗透，最终达到反客为主的目的。这印度啊，可能真的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哦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啊，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了。那俄罗斯现在的心情啊，那叫一个纠结啊，一个矛盾啊。眼前这盘印度劳工的大餐香啊，能解决劳动力短缺的燃眉之急。那不吃呢，可能真的要饿死了，经济要停滞了。可吃了这顿饭，又怕消化不良，甚至怕以后啊，这家里要换个口味，换个主人。他们害怕自己浓烈的伏特加文化呀，被这个温和但无孔不入的咖喱文化给稀释了。他们害怕东正教的钟声啊，有一天会跟印度教的梵音啊混在一起。所以啊，这100万的印度劳工听起来只是个数字啊，但是它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文明的未来走向。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啊！当然了，咱们也得说，这俄罗斯民族啊，它毕竟是个战斗民族，性格强悍呀，文化向心力也很强。想在短期内改造俄罗斯啊，那也是天方夜谭。但时间啊，它也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啊。什么20年、30年，那50年后呢？当这个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在这个俄罗斯出生长大，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还是有印度血统的俄罗斯人呢？这都是未知数啊！所以啊，这也是的最终结局啊，谁也说不准。这俄罗斯呀，会不会真的被印度化？那未来这个俄罗斯的大街上会不会到处飘着这个咖喱的香味呢？这个电视里会不会天天放着这个宝莱坞的歌舞片？这出大戏的剧本啊，才刚刚开了个头。咱们呢也别瞎操心了，接着往下看吧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